地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想办法把历史留下来，能够送回来到本会，能够保存下来。我们毕竟隔了一层，但是是不是在这边呼吁一下，大家真的要把它结集成册，让后人可以去追寻那事实上呢，其实因为早期其实台湾人他没有太多投资的管道，所以那个去买黄金来存是很多台湾人的习惯。那么也因为有慈济的一个大因缘，就是要在东部地区盖这样的一所慈济医院，所以激发了很多很多的不那么富有，但是却非常有爱心的人。每一周这个时候，总是呢，我很期待可以听这就是我的大享受。故事都很有价值，无法度用斤两啦、斤两啦来计量，所以呢，无量的故事，无量时间来累积啦。真是很感恩，尤其是静言，他很用心，把过去的历史，他从资料琐碎的资料，他去捡，把它一段一段安尼挑出来，而且呢，蜻蜓点水啦，一点一点就可以让我回忆了过去一大串的人与事与物，人事物累积啦，就是有价值的历史。因为呢，这个时候一定要赶快把历史好好的点，好好的写。现在的人用心听，来分享，就是那个时候啦，这就是叫做见证。这个金龟伯生活节俭，就想孩子要过好的生活，一直存钱，一直存，买了25条的这个金子。要放在哪里呢？有时候就放在门槛下，挖一个槽埋在里面。各位，一个台下卡哈，有时候放在楼梯下面，有时候放在浴缸下面，所有你想得到的地方。后来他知道上人在盖医院，他就跟太太说，孩子也成家立业，放着那些金子也没有用。他说埋在门槛下，心就放在门槛下。我觉得这话真有智慧，其实就是执着跟烦恼。进门就先看门槛有没有被挖走，埋在楼梯下就看楼梯有没有动。很辛苦，我们把这个烦恼丢给师父好了。所以那天拿金子来说，师父就拍谁，我把一个烦恼送给你。原来他把25个金条就送给上人。他说师父，你现在在台中盖医院，希望这个医院里面的钢筋、砖块、沙水泥都有我的。听到了，那金箍伯怎么可以忘掉这一节的故事？我认为是有价，这不是干那迄个金的价值，是伊的生命的价值。他这一生中这样的辛苦，那样的累积，那样的节俭，那样的发大心，从分毫累积化为大心这样的捐出来，给师父呢盖医院，类似要盖医院的那一段的历史，真的很多微薄的累积却是给予我呢盖医院的大力量。所以砾沙成堆那堆沙呢绊脚了水泥，那可以呢在红砖里一块一块装这样的水泥呢
安尼贴起来，那钢筋水泥红砖啊，让它巩固的结果。这一座医院到底救了多少人啊？数字啦，也很难计算，还在听啊。海燕，我永远都会记住的。海上小船漂浮啦，那大海茫茫啊，那一条小船印在了从银行前门进去，后门呢，印钞车把它印出来，就装上了那一条船。总是呢，要去发放。现在人还在，可以做见证，这种传奇历史。有人见证了，那是真实的，不是叫做故事，真正的现代历史，非常的传奇哦。这样的人间呐，总是地球呢毁坏啦，再生啦，还有呢。这种面生住的时间很长，所以呢，用劫啦来讲时间，劫呢如何累积呀？还是呢无量数劫，可见呐，在虚空呐。都是涵盖了成住坏空，不断的成住坏空，在虚空中在不断的人生生老病死，我们呢，到底累生累世呢，多少生死结了的缘。没有缘，无法汇合在一起。这个时候的瓷器，从2000多年前佛陀的理想愿力，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，呢，可以交通方便我们呢要汇合来温馨连线。今天我们都集中在菲律宾的海边一个刹那间毁灭了多少人的家庭。我们听见看见菩萨在人间已经开始集中的菩萨走入了那里去，不可以让它灭村。我们人人在那里救援它，守护它，让它呢这一个城市赶快动员，我们要帮助他们，就以工代赈。反正呢，这个地方要好好把它整顿起来，所以呢，要救他的资金，启动他们动员，所以呢。动员以工代赈，很感恩那个时候这个镜头还在也期待我们要把这样的镜头
从历史上呢把它汇合起来。我们现在的藏经是人间化，有人可以见证，文字、影片、相片都要好好的把它保存好，好好把它一连串的存起来，时常说故事，说故事有人见证，有相片见证，有年有月有日有时，这都是呢把它好好的配合好，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啊！